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本期的美股坐标系。财报炸裂，GTC 大会的饼也够大。从去年7月市值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后的英伟达，为何横盘近半年之久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全球市值第一的公司。先把一组数字放在这里，英伟达上个季度的网络业务单季营收110亿美元，同比增长267%，按这个季度折算的年化规模已经超过310亿美元。全球最大的传统网络设备公司思科全年收入大约570亿美元，而英伟达这个2年前几乎没人单独提起的网络业务，按年化口径已经超过思科全年收入的一半，正在逼近思科整个公司的规模。这还只是英伟达的副业，那主业呢？ GPU 芯片卖了多少？数据中心收入同比增长了多少？关键问题来了，这些数据如果摆在任何其他公司面前，早就涨穿天了。但英伟达的股价从去年11月的高点算起，整整横盘，甚至小幅下跌了将近6个月。这背后到底是什么逻辑？今天我们就把这件事掰开来讲清楚。如果持有 NVIDIA 股票的朋友，看完这一期应该放宽心一点。首先看清楚英伟达现在卖的到底是什么。很多人对英伟达的认知还停留在卖芯片的这个层面，这个理解今天已经严重过时了。黄仁勋在 GTC 大会上反复强调一个词 AI 工厂，他的意思是英伟达卖给你的不是一块芯片，而是一整套生产 AI 的流水线。芯片只是其中的一个零件，还有连接芯片的高速网络，有管理整个数据中心运行的软件站，有从单台服务器到整个机房的系统集成方案。打个比方，你要开一家餐厅，以前英伟达只卖给你厨刀，现在英伟达要卖给你厨刀、炒锅、灶台、排风系统，甚至厨师培训课程。你要开张，一站全包。我们把这条流水线细拆一下。芯片这一层，英伟达玩的是高频迭代，从 H100 到 B100， 再到 B200， 再到现在的 Blackwell Ultra， 大概每隔1年就出一代。每代的算力密度大幅提升，但价格也比上一代贵不少，每张卡的售价动辄3-4万美元。这种迭代节奏有一个妙处，让客户来不及等，只要你的竞争对手在买新卡，你就不敢停。网络这一层是很多人没注意到的关键， InfiniBand 是英伟达自己的高速网络协议， NVLink 是把多张 GPU 连成一个整体的互联技术，加上新推出的 Spectrum X 以太网交换机，这几样东西加在一起，解决的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，怎么让机房里的几千张卡从一堆散件变成一台超级计算机？芯片再快，如果卡和卡之间的数据传输卡脖子，整个系统的效率就上不去。英伟达把这个问题也一起解决掉了，这是 AMD 等竞争对手目前最难复制的部分。软件这一层是护城河最深的地方。CUDA 是英伟达的 GPU 编程框架，从2006年推出到今天，已经有将近20年的积累。全球几百万的 AI 研究员和工程师都是在 CUDA 上跑代码的。英伟达后来又在上面搭了 AI Enterprise 平台 NIM 微服务框架，让企业部署 AI 应用变得更方便。简单说， CUDA 是地基，上面长出来的是整套操作系统，而不仅仅是一个驱动程序。这3层叠在一起，意味着客户买的不是一块芯片，而是加入了一整套生产体系。现实中已经有具体案例，微软、谷歌、亚马逊这几家云厂商，每一家都在按照英伟达给出的 AI 工厂蓝图来规划自己的数据中心扩张。单次采购的 GPU 集群规模动辄上万张卡，不是因为没有替代品，而是整个生产流程已经按照这套标准搭起来了，换掉成本太高。这就是为什么 AMD 有很强的 GPU 硬件，却始终没能撼动英伟达的市场份额。AMD 的 ROCm 软件框架和 CUDA 相比，生态成熟度还差一个量级，支持的模型库、工具链、开发者社区都远不及。你买了 AMD 的卡，很多时候发现主流的 AI 框架在上面跑不顺，或者需要额外的适配工作，这个摩擦力足以让大多数企业的技术团队选择放弃。这个转变的意义极其深远，因为它意味着英伟达的竞争护城河不再仅仅是芯片性能，而是整个生态系统的绑定深度。一旦客户用上了英伟达的全套方案，替换成本会高得让人望而却步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网络业务能以267%的速度增长。买了 H100、B200 的客户还需要买 InfiniBand 网络来把这些芯片连起来。软件要用 CUDA，
系统管理要用英伟达的工具，这不是追加消费，这是被锁进去了。GTC 结束之后，媒体的报道集中在几个点： Vera Rubin 新芯片、AI Agent 人形机器人、1万亿美元营收展望。我们先把 GTC 发布的东西快速扫一遍，后面再说真正重要的。Vera Rubin 是下一代 GPU 和 CPU 的组合平台，主打的是更高的 token 产能和更低的单位能耗，针对的正是推理算力这块需求最旺盛、增长最快的市场。Agent Toolkit 这套工具链包括 NemoClaw 企业版、AIQ 知识框架，还有 Nemotron 系列开源模型，把 AI Agent 从一个概念变成了企业可以直接部署的工具包。然后是英伟达现在说的5层全站平台，从芯片到系统到工厂蓝图到云浮点运算性能是多少， T-flops 和上一代相比提升了多少。这个语言框架对英伟达其实不利，因为它让采购方把芯片当纯粹的硬件零件来比价。但换成每瓦特 token 数这个指标，逻辑就变了。一家企业一年在 AI 基础设施上花多少电费是一个已知数，每度电能产出多少 token 决定了这台工厂的产能。产能高意味着可以处理更多用户请求，支撑更多业务场景。现在英伟达要做的就是用这套算法证明，同样的电费预算，买英伟达的设备能产出最多 ，token 投资回报率最高。对于云厂商来说，这套算法一旦能走通，采购决策就从要不要买这么贵，变成了怎么配置才能最大化产能。这是定价权的质变，不是量变。这套逻辑如果成立，英伟达的定价权就会从我的芯片性能比你强，升级到我帮你算清楚建厂的投资回报率。这才是英伟达真正想要完成的认知升级。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，马斯克在 GTC 期间公开表态，特斯拉和 SpaceX 会长期大规模继续采购英伟达芯片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马斯克自己搞了 XAI， 有 Grok， 有自己的算力需求，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去找替代品，但他还是选择继续采购英伟达。这不是背书，这是用钱投票的现实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核心问题，英伟达的基本面没有变坏，反而在持续变好，那股价为什么不动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但很多人不愿意正视它。不是英伟达不够好，是英伟达已经太贵了，市值4万亿美元，这是什么概念？日本整个股市的总市值大约 5.4 万亿美元，英伟达一家公司的市值已经接近其3/4。德国股市大约 1.9 万亿，法国约 2.4 万亿，两个欧洲大国加在一起，大致和英伟达的市值相当。在这个体量上，要让股价继续大幅上涨，英伟达需要的不是好，而是持续超预期的好。我们来算一笔账，如果英伟达现在市值4万多亿，假设你期待它未来5年涨1倍，到8万亿，这要求它的利润体量也要大致匹配这个增长。但英伟达上一财年的净利润大约770亿美元，已经是全球利润最高的公司之一。从770亿涨到1500亿，意味着营收规模还要再翻1倍。把这个逻辑再拆细一点，股价等于利润乘市场愿意给的估值倍数。英伟达现在的市盈率大概在30到40倍之间，这对一家传统芯片公司来说高得出奇。但对于一家被视为 AI 基础设施垄断者的公司，市场认为值。问题在于，这个估值倍数不可能一直维持在这里。历史规律告诉我们，当一家公司的体量越来越大，增速必然放缓，市场给的估值倍数也会随之收缩。所以，英伟达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双重压力：一方面，利润要继续增长；另一方面，估值倍数可能在慢慢下移。最终股价能不能涨，取决于哪个力量更强。这段时间横盘，本质上就是这两个力量在拉锯。历史上这种情况出现过，2010年到2012年前后，苹果的利润增速依然很快 ，iPhone 还在全球扩张，产品力无懈可击，但股价就是在一个区间里反复震荡，涨不动。原因和英伟达今天面临的很像，估值跑在了利润前面，市场在等利润把估值填上去。苹果用了大概2-3年的时间完成这个过程，然后随着 iPhone 中国市场的爆发，股价开启了新一轮的上升。亚马逊也有类似的经历，2012年到2015年，股价几乎没怎么动，市场质疑 AWS 的投入什么时候能回本，但撑过那段时间的投资者，后来的回报是10倍以上。所以估值先跑，再用几年利润把估值填上去，这不是第一次在伟大的公司身上发生。
横盘本身不是问题，它是一个必要的消化过程。黄仁勋喊出了1万亿营收的长期目标，媒体兴奋了5分钟，然后市场就没有动静了。原因在于市场不是不相信，而是在问这需要多少年，路径是什么，中间有哪些风险。万亿愿景是一张支票，但兑现日期不明确，投资者愿意为一张支票付出多大的折价，取决于他们的耐心和对利率环境的判断。在今天这个利率水平下，很多机构投资者选择了等一等，这才是横盘的真实原因，不是英伟达变差了，而是市场在消化一个问题，这个价格已经提前把多少好消息定价进去了，市场担心的那些事儿有多严重。既然要明确看好方向，我们就得把真实的风险也讲清楚，不能回避。第一个风险，自研芯片的替代威胁。谷歌有 TPU， 亚马逊有 Trainium 和 Inferentia， 微软有 Maya，Meta 也在做自研芯片。这些大客户花了这么大力气自己做芯片，不是因为英伟达不好，是因为英伟达太贵了，他们想降低成本。但这里有一个关键逻辑被很多人忽视了。自研芯片的适用场景高度集中在推理侧，也就是模型已经训练好，业务形态已经稳定，需要大规模复制运行的场景。谷歌的 TPU 主要跑内部搜索排名、广告算法、YouTube 推荐。亚马逊的 Trainium 和 Inferentia 主要给云上大客户提供推理服务。微软的 Maya 主攻自家云和 Copilot 的日常推理。Meta 的自研芯片主要用在广告投放和社交信息流的推理优化上。这些场景的共同特点是模型固定，业务逻辑清晰，自定义芯片的定制化优势可以充分发挥。但在训练新模型、探索新架构的时候，没有任何公司能够绕开英伟达的 CUDA 生态系统。10几年的软件积累，几百万开发者的习惯，不是一块新芯片能替代的。所以实际情况是，大客户会用自研芯片跑推理，同时继续买英伟达的卡训练新模型。这不是替代关系，而是分工关系。英伟达在最有利润的那个环节，前沿训练依然是唯一选项。第二个风险，需求天花板。有人会问，现在这些科技公司砸进去的算力投资，最终能赚回来吗？如果 AI 应用的商业化不如预期，会不会出现投资过热、需求急刹车？这是一个真实的担忧，但当前的数据不支持这个担忧成真。从几家最大的云厂商公布的资本支出指引来看，2025年到2027年的 AI 相关投入还在持续上调，不是在缩减。Meta 宣布2025年的资本支出预算在600亿到650亿美元之间，其中 AI 基础设施是最大的单项。微软、谷歌、亚马逊的数字都在同一个方向上调。从应用落地来看， Meta 的广告业务 AI 优化之后的广告投放效率和回报率明显提升，这直接反映在财务数据里。微软的 Copilot 企业订阅用户数在增长，联动了 Office 整个套件的续费率。在垂直行业，制药公司用 AI 做分子结构预测，把药物研发的早期筛选周期从几年压缩到几个月。制造业用 AI 做排产优化和设备预测性维护，成本节约直接可以量化。这些都是真实的商业回报，不是故事。需求天花板的问题不是没有，但时间表比大多数悲观论者预测的要远得多。另外，中国市场的政策不确定性也是一个考虑因素。那么，为什么我今天明确看好英伟达？看好英伟达不是因为它的芯片最快，不是因为黄仁勋演讲最精彩。看好的核心逻辑来自3个结构性判断。第一，算力基础设施仍处于建设初期。全球的 AI 数据中心现在的算力密度和最终需要的规模相比，依然处于早期阶段。就好比2000年代初期，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高峰期远未到来。英伟达在这个建设周期里处于无法绕开的核心位置。第二，网络业务的崛起重塑了增长结构。之前市场担心的是，如果 GPU 的价格战打起来怎么办？但现在英伟达网络业务的体量告诉我们，就算 GPU 这边利润受压， InfiniBand 高速互联这块仍然是垄断性的存在。英伟达已经不是单腿走路了，它有第二条腿，而且这条腿长得很快。第三， AI Agent 带来的是第二次需求爆发。黄仁勋在 GTC 上把 AI Agent 定义为下一个 ChatGPT。如果说第一波需求是训练大模型，第二波需求就是部署大量 AI Agent 来执行复杂任务。Agent 需要更多的推理算力，需要更低的延迟，需要更密集的芯片集群。
英伟达为此发布了新平台，提前卡位。这不是 PPT 上的故事，是已经在客户那里部署、正在产生收入的产品线。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问题，财报炸裂 ，GTC 饼够大，为什么横盘6个月？因为4万亿的市值不是在等好消息，它等的是比预期更好的好消息。这条门槛比任何一家普通公司都要高得多。但横盘不等于见顶，真正的见顶是基本面拐头，客户开始取消订单，竞争对手找到了可以替代 CODA 的生态，数据中心建设的资本支出出现系统性萎缩，这些信号今天都没有出现。英伟达现在所处的位置有点像2010年前后的苹果，股价在一个高位盘整，市场在等下一个 iPhone 时刻。那时候很多人说苹果涨不动了，但随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。我们来说说真正纠结的那批人在纠结什么。如果你是一个机构基金经理，你现在面对英伟达有2种截然相反的恐惧同时存在。一种恐惧是万一错过了英伟达这2年又翻倍，我怎么跟客户交代？这叫 FOMO， 错过的恐惧。另一种恐惧是一家4万亿市值的公司，任何一点宏观风险，任何一个大客户削减订单的消息，都可能引发10%到20%的回调。我的持仓能不能扛住？这2种恐惧在机构里的博弈才是横盘最底层的驱动力。有人在等回调加仓，有人在等利润继续兑现才敢加，等的人越多，股价就越难大幅波动。这种状态什么时候会被打破？要么英伟达的季报再次大幅超预期，打破等待者的心理防线，要么宏观出现大的风险事件，触发集体减仓，给出一个更低的买点。AI Agent 会不会成为英伟达的下一个 iPhone 时刻？这个问题留给时间来回答。好，本期美股坐标系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